朋友们，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结婚生子这件事好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他们宁愿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养猫养狗上，也不愿意走进婚姻，延续香火。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为了什么？不就是图个家庭圆满，儿孙满堂吗？可现在我们眼里的天伦之乐，在孩子们看来却成了人生枷锁。很多人都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社会压力太大了，还是孩子们太自私了？我们从经济、从心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很多，但今天我想带您换一个维度，一个可能您从未想过的维度，去看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不单单是观念的改变，其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因果和福报的秘密？您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悬了？别急，听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就能解开我们心中最大的困惑。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单明，他可不是一般人。他出生在当时全印度最富庶的王舍城，父亲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可以说，单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他从小聪明，家境殷实，长大后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家族庞大的产业。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是最希望多子多福，把家业发扬光大的，对不对？可恰恰相反，单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和妻子商量好，这辈子不要孩子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也觉得养孩子压力大？您别说，还真有点类似。单明因为生意的原因，走南闯北，见识了太多人间的疾苦。他看到街边骨瘦如柴的孩子，为了一个馒头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看到贫苦的父母，含着眼泪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去做苦力，只为换取一点点微薄的口粮。这些画面像一根根刺，深深扎进了单明的心里。他常常在夜里辗转反侧，心想，这人间本就是个苦海，我既然有幸生活得好一些，又何必再带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他也跟着一同受苦呢？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慈悲的，是对未来孩子的一种保护。更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他发现身边抱有同样想法的富家子弟竟然越来越多了。一个问题如同乌云一般笼罩在单明心头，如果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想，都不生孩子了，那人越来越少，佛教里常说的六道轮回是不是就进行不下去了？那些等待投胎的生命又该去向何方呢？这世界的秩序岂不是要乱套了？这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他听闻佛陀正在灵鹫山讲法，便怀着满心的疑惑，沐浴更衣，手捧鲜花，虔诚地踏上了求道之路。当单明来到讲经的道场时，那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听法的僧侣和信众。佛陀正端坐中央，慈悲庄严，而在佛陀身边有一位手持宝剑，神情安然的菩萨，他就是代表无上智慧的文殊菩萨。单明鼓起勇气，跪在佛前，将自己心中关于不生育和轮回的困惑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话音刚落，现场顿时议论纷纷。显然，这个问题也触动了在场许多人的心弦。佛陀听后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面带微笑地看了一眼身边的文殊菩萨，说：文殊师利，你以智慧第一著称，就由你来为这位单男子解开疑惑吧。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文殊菩萨身上。文殊菩萨的目光仿佛能洞穿人心，他看着单明，
并没有马上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先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善男子，在你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这山间的小溪，日夜不停地奔流，当水流遇到岩石时，会形成一个个漩涡。你说这漩涡是真实存在的吗？善明想了想，说：漩涡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只是水流的一种暂时形态，水分子在不断的更替，它本身并非一个固定的东西。文殊菩萨赞许地点了点头，说：说得好，众生的轮回也是如此。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善明心中的迷雾，但他还是不完全明白。文殊菩萨继续开示道：你还有世上所有的人都执着于一个我的概念，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在出生，在生活，在死去，然后再去投胎。这就像执着于那个漩涡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实际上，生命就像那条奔流不息的河，而所谓的我，只是业力与心念合合而成的一个暂时的漩涡。这个漩涡的核心不是血肉之躯，而是永不休止的业力之流。所以，轮回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世上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生孩子了，轮回也丝毫不会停止。因为驱动轮回的燃料，也就是众生的业力，并没有消失。只要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还在，业力的车轮就会永不停歇地转动。善明听到这里，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又提出了更深的一个问题：菩萨，那我们常说的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人间的人少了，是不是其他道的众生就会变多？文殊菩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说道：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你以为这六道是6个不同的空间，像6个不同的房间一样吗？地狱在下，天堂在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个石破天惊的答案。文殊菩萨手握智慧宝剑，仿佛要斩断众生所有的无明，他的声音变得洪亮而清晰。6道轮回的本质，并非外在世界的转换，而是内在心境的变现。它不在别处，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当你心中充满慈爱、平和与满足时，你当下就身在天道；当你被嫉妒、斗争、傲慢占据时，你就堕入了阿修罗道；当你被无尽的欲望和不满足感煎熬时，你便是在恶鬼道中挣扎；而当你被愤怒、仇恨、恐惧所控制，内心如火烧般痛苦时，那便是身处地狱。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人活得像在天堂，有的人却觉得人间就是地狱。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什么感受却天差地别？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内在的心投影出了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共业与别业。我们生在同一个时代，这是共业，但我们各自的命运和感受却是自己独特的别业所感召。听到这里，善明恍然大悟，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轮回的真相是如此的深刻。所谓的轮回，不仅仅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和下一期生命的开始，更是我们每一个当下念念生灭的心流。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又升起，这就是最微细的轮回。文殊菩萨看着彻悟的善明，最后说道：所以，善男子，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不愿意生孩子，是出于一份慈悲心，但这份慈悲还停留在表象上。你以为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不会受苦，却不知，只要他自身的业力没有消除，无论他投生到哪一道，都会有相应的苦。人间的众生少了，业力之流会自动汇入其他5道，
或许畜生道的众生就多了，或许恶鬼道的哀嚎就更甚了。业力之海不会因为一条支流的枯竭而干涸。真正能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不是阻止他出生，而是斩断他轮回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无明与执着。这才是佛法要教给我们的终极智慧。故事讲到这里，佛陀慈悲的开口，印证了文殊菩萨的说法，并告诉善明，他自己前世也是一位菩萨，正是为了引导众生明白这个甚深的道理，才特意化现出这样的疑惑来请法。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法喜充满，心开意解。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头看看今天的主题：儿女不结婚不生育，究竟是什么果报？现在答案是不是清晰了？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就断子绝孙的简单惩罚，那样的理解太肤浅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共业的显现。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焦虑、竞争、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时，这种集体的情绪和念头就会感召出相应的果，那就是新生命的诞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不受欢迎。因为在这样的新石土壤里，很难开出迎接新生的喜悦之花。所以，我们作为长辈，看到子女不愿结婚生育，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一味的催促、指责和焦虑，因为你的焦虑只会加重这份共业的负能量。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反求诸己。第一，修好我们自己的这颗心，减少对子女的控制欲和担忧，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你要知道，父母情绪平和，内心安稳，就是给这个家创造了最好的风水，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一个充满安全感和爱的家庭，自然会更容易孕育出新的希望。第二，多种善因，多积福报。这个善因不仅仅是捐钱放生，更是管好自己的嘴，不说伤人的话，管好自己的意，不起怨恨的念，用我们的善行和智慧去转化身边的磁场。当我们自身的福报厚了，这个福气是会庇荫子孙的。第三，理解并尊重。理解孩子们的压力，用智慧去引导，而不是用亲情去捆绑。有时候，放手和祝福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的慈悲。轮回的链条是心念的相续，我们无法决定孩子们的选择，但我们完全可以决定，从自己这一刻起，是让焦虑和烦恼的轮回继续下去，还是开启一个慈悲与智慧的新轮回。当您真正开始从心上改变，您会发现很多外在的果也自然而然的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才是真正掌握自己命运，为家族积累福报的无上智慧。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文殊菩萨的智慧之光也能照亮您心中的疑惑。如果您有所感悟，不妨在评论区里聊一聊您的想法。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